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15号，视频来聊一聊这一顶一直盘踞在比特币头上的帽子什么时候会被摘掉。跌破20天了，空头也不乘胜追击，那多头也不发力，主力到底在等什么？或者一会儿来对比一下比特币在2020年以及2016年这几个帽子的位置里面形态的知识有哪一些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另外特别提醒新加入的粉丝，我们 Discord 群提供了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机器人交易信号，比如今年比特币最高位 31.7K Bitcoin Go Short Sell High， 这笔做空的信号也是相对比较准确，而且30分钟一直为所有的 YouTube 粉丝免费开放。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基本上是很少去做空，因为有几次程序的信号，比如说这一个 31.7K 现在的话其实也就跌了1000多美金，包括之前这一个高位 30K 附近，当天比特币是从这个高点程序给出的信号，当天就有3000点的一个下跌，也是没有在做空这个比特币。为什么？因为我的观点是目前是整个多头在主导市场。怎么观察出来的？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顶帽子很多其他的空方是觉得这是一个派发的阶段，那你去观察一下前面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感觉是一个派发的阶段，它后面下来的话是不是最终也上去？所以有可能现在的位置也是一个帽子在这边，随时都有可能会摘帽，当然也不排除它会不会再破一下这一个28.8K，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已经有几天了，比特币整个多方的主力是一直在主导市场，它就是不肯让它收盘跌破这个 0.38。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形态，主力在这个箱体里面上去8天左右就重新回到这个箱体，上去4天回箱体，上去3天回箱体，那这些都是陷阱的结构。现在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这一根 K 线突破已经是多少天了？50几天了，54天了，价格还是维持在这个上方，所以这一根就是一个有效的突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一个箱体或者是一个帽子，帽子按正常的空方走势跌破第二根不应该遇到一根多方的抵抗。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一些空方走势，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像这种箱体跌破，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每一根 K 线的重心，每一天收盘重心都是往下移的，或者是这个位置的箱体跌破，每一根 K 线收盘的重心都是往下移的。所以主力既然能这么强势的在箱体的位置大跌，第二根马上来的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而且这个位置的时间已经是横了20天了，它重心收盘都没有继续往下移，所以目前的市场观点还是不变，现在是整个多头在主导整个市场。如果空方的主力真的那么强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继续往下跌破？20天了，你随便再拿一根 K 线，这根 K 线跌下去都应该继续乘胜追击啊。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就是多头的主力，它有可能在蓄势，在等什么？有可能就是在等8月17号，也就是周四的时候，美联储上一次利率决议，它有一个会议纪要，在周四的时候要公布，是不是利率要开始踩刹车了，不加息了，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会不会降息？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不管是去年 20K 下方重仓抄底的，或者是每一个波段的低点 25K 的位置有继续闭本位开的多单，做对一定要给我抱住。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昨天这一根 K 线也算是一根多方抵抗虽然这两根 K 线实体相对是有一点小，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这一根上涨，它现在也是有一点量能出来，但是量能还是有一点欠缺如果要继续涨，或者是能不能突破这个 29.5K 的一个压力区，涨上去必须要继续放量才行，或者是超短线的几个支撑位，我的观点是就是留意这个 28.8K， 还有一个支撑位，也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的，还是在这个 29.5K 附近，因为4个小时里面这是一根多方的吞噬，有3根的整理区间，就是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里面的这顶帽子历史上它几个摘帽的位置里面有哪一些参考点首先我们观察，就23年的这个位置已经是跌破这个帽子4天了。那么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这个位置我们不参考，因为它是在底部的位置我们就参考涨上去它有这种帽子的位置，比如说20
20年的这个位置，当时这边也是有一个箱体破位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第8根它这个位置是突破这个高点，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更早的位置，也就是2015年的底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底部起来之后，它这边也是有一个帽子其实从日线里面观察是更明显，但是我们要细心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破位以后，这个低点是从来都没有跌破过。我们可以看一下1根、2根、3根、4根、5根、6根左右，也是会重新回到这个箱体。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目前的比特币这个帽子很像是目前的一个帽子，它在这个位置整理的6周左右，就是6到7周会重新回到这个箱体，把这一顶帽子给摘掉，但是它不会马上继续给我往上涨，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而且我们可以从日线里面找出它形态的相同之处我们可以看一下2016年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当时箱体按正常的情况，如果空方的主力要乘胜追击，它是一根大跌的 K 线破这个箱体，它马上在第2根遇到一根多方的抵抗，后面它这个低点没有再跌破过。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破箱体的位置是在这个区间横盘了几天，也是30天左右才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向上的突破，而且突破的话它也没有继续给我穿过这个高点，所以帽子有可能最终是会被摘掉就类似2015年这个位置，它往上突破以后，后面还是会有压回的横盘，后面横盘的时间是继续拉长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从这个箱体破位的位置开始计算，它最终突破这个箱体高点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破箱体的位置是又横了100多天。那2023年的位置会类似2015年或者2016年这个位置破箱体再横盘130多天吗？猜不准。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留意一下，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10到11月份到底会不会比特币有一个往上变盘突破 32K。 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2019年的当时几个位置，也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箱体这一根 K 线是破这个箱体，后面是第2根遇到一根多方的抵抗，我们可以看一下破这个箱体以后，在这一根 K 线也算是一个转折点差不多是在30根左右，也是会有一个小幅的转折。所以就现在的比特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 K 线跌破也是有参考点，它是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之前是跟大家讲不一定破得下去横了20天价格还在这个区间。那现在的时间，如果我们参考历史的那几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在31根左右，也是非常接近8月底，还是说9月份如果要继续上去横一段时间，在10月份左右有没有可能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